你在酒里下毒。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，初时并不难解，但6个时辰之后，毒入骨髓，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。哎呀，为了等毒发，我耐着性子听你们吵闹了一夜，别提多心烦。魏庄主，您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从昨日进了我魏庄开始，你们就矛盾不断，这怎么能团结呢？现在好了，简单了，想活命就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才能活命。交出解药。黄泉丝，黄泉14贼的黄泉丝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黄泉14贼的黄泉丝，自然是从黄泉14贼尸体上得到的。你兄弟2人是黄泉14贼张前荒的后人，这我早就知道了。蒲竹山那7具无头尸体，就是黄泉14贼当中的7位。我砍了他们的头，就是怕你们知道，连黄泉14贼都死在这里，你们胆小不敢来。你如何杀得了14贼？这你可不要冤枉我啊！酒席上的话我没有说谎。这7位死在一品坟里已经有10年，我砍他们的头，不过是要隐藏他们的身份。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黄泉14贼已经死了10年了。你不会以为14贼消失是他们发了财远走高飞了吧？你兄弟2人拿着刑牌找人也是一片赤心。不过现在简单了，只要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，没准儿还能看到你家先人的遗骸。这腥味的阴毒，各位，咱们一起上，现在还有胜算，大家快上啊！毒入5脏，内附翻脚，那可是很疼的。庄主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入坟，求求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，求您饶了我性命吧。哎呀，大家本是同道，我本就不想做绝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，让此毒延缓3日发作。待事成之后，我再奉上剩下半颗解药，并且将一品坟里的宝贝按劳发放，皆大欢喜。我保证听话，请庄主赐药。还是求陀使去。求庄主赐药。求赐药啊！求庄主赐药，请庄主赐药，请庄主赐药。很好。诸位吃了解药之后，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哎，李莲花，我这儿东北角看守不多，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。啊？走？这魏庄主在蒲竹山待了一辈子，他若真的有本事入坟，把这黄泉14道尸体搬出来，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？这7道陈尸案背后定有高人，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。这一品坟此行危险，你还不会武功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要是走了的话，你岂不是会穿帮了？你就别管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快走。走。哎，别着急，你听我说2句啊。实不相瞒啊，其实呢，我和他们一样，我也是为了这个一品坟而来的。你也想要观音垂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虽然抠门，但不曾贪财。那这一品坟里的金银财宝，你肯定不在乎。我方大少爷就站在你面前，却从未替你讨教过武学。那这武林秘籍，你肯定也不在乎呀。还有这银珠甲，你都不当回事儿，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不感兴趣。那便只有观音垂泪了。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每个人都想要，连你也想要？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，师傅双煞想要它，自然是要增加功力。我是治病。治病？你受伤了？你生病了？
只不过小的时候呢，我自有心气，晚上呢也睡不好，也吃不好，心也特别的绞痛，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，才能治我的病。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，若是不能救人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再说了，我方多病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你放心，这观音垂泪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拿到的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嘛。那就公平点呗，我帮你拿药，你帮我查案，怎样？就这么定了。嗯。